一位年轻母亲在回家路上不幸遭遇袭击，与她一起同行的2个孩子成为了这起事件的唯一目击者。I sort of seen if my mom was still awake or she was dead, and then I wake my brother up and 根据孩子的描述，警方很快确定了犯罪动机。通过环环相扣的线索，他们成功抓获了一名近在咫尺却又隐藏很深的凶手。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大家好，我是大熊。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乔治亚州玛丽艾塔。该市位于乔治亚州西北部，距离州府亚特兰大大约15英里，人口约为6万人，是科布县的县治，也是该县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主人公萨拉出生于1953年6月28日，她在纽约阿默斯特长大，是7个孩子中年龄较小的一个。大学毕业后，萨拉嫁给了第一任丈夫史蒂夫，婚后他们定居在亚特兰大北部的一个城市。萨拉在当地一家夜店从事营销工作。起初萨拉对这段感情抱有很大希望，她渴望能够像姐姐们一样拥有幸福的家庭。然而现实往往事与愿违，仅仅几年后，萨拉和史蒂夫就因感情破裂结束了婚姻。差不多在同一年，萨拉的父母退休，他们从纽约阿默斯特搬到了适合养老的佛罗里达州布雷登敦，这里距离萨拉所在的城市大约500多英里。虽然距离不算太近，但相比纽约也要近很多。只要有时间，萨拉就会去布雷登敦看望父母。大约在31岁那年，萨拉迎来了第2段婚姻。她的下一任丈夫是高中同学弗雷德。弗雷德与萨拉同岁，2人的情况大致相同，而且巧合的是，他们也都在亚特兰大发展。弗雷德是一名地方助理检察官，同时也是一名注册会计师和律师，在所在的领域是个比较全面的人才。2人于1986年9月结为夫妻，同年他们有了第1个儿子瑞克，2年后又迎来了第2个儿子麦克。有了孩子以后，萨拉计划辞掉工作，专心在家照顾儿子，但这个想法遭到了丈夫弗雷德的反对。因为弗雷德一心想要发展事业，他准备辞掉助理检察官的工作，开办一家律师事务所。为了应对创业初期的家庭开销，弗雷德希望萨拉能够继续工作。最终萨拉同意了弗雷德的想法。那段时间他们都非常努力，几乎没有太多的见面时间。经过数年的发展，弗雷德在事业上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他成为了亚特兰大知名的刑事辩护律师，还被市长任命为本市的兼职法官。开办的律师事务所也随着名气的增加，生意变得越来越好。这时萨拉终于实现了在家照顾孩子的想法。然而这个故事注定不会有好的结局，幸福的生活仅仅持续了几年时间，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就降临在了萨拉身上。1992年11月24日，这一天是周二，距离美国传统节日感恩节还有2天。早上9点左右，萨拉提前带着2个儿子去了佛罗里达州的父母家过节，而她的丈夫弗雷德因为工作原因无法一起同行，他选择在感恩节这天乘坐飞机前往佛罗里达州与家人团聚。萨拉原本计划在5天后的29号与丈夫弗雷德一起开车回家，但在临行的前一天，弗雷德突然接到通知需要到外地出差，所以在29号这天下午，萨拉独自带着2个儿子，6岁的瑞克和4岁的麦克踏上了回家的路途。历经8个小时的长途跋涉，萨拉终于在晚上11点安全抵达家门。当时他和2个儿子都已经疲惫不堪，只想赶紧回家休息，完全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到来。就在萨拉准备把车开进车库时，突然一名持枪男子从车库里冲了出来，还没等萨拉做出反应，男子就拉开车门坐进了汽车后座。萨拉担心男子可能伤害他的孩子，所以没有反抗。随后男子用枪威胁萨拉把车重新开上路。尽管萨拉知道这样做很危险，但他也没有办法，只能按照男子的要求去做。当他们来到一处人迹罕至的小路时，男子再次发出指令，要求萨拉靠边停车。此时萨拉已经察觉到了男子的意图，他哭着哀求男子放过他和孩子，并表示愿意交出身上携带的所有钱财。然而这名男子并未理会，
汽车刚刚停稳，他就朝着萨拉的头部开了一枪。萨拉应声倒地，上半身重重地砸在了方向盘上，刺耳的汽车鸣笛声瞬间打破了宁静的夜晚。年仅4岁的麦克完全不理解发生了什么，他被枪声吓坏了，一直在不停哭泣。而稍大一些的瑞克已经明白了当时的情况，为了保障自己和弟弟的安全，他没有做出过激反应。在等男子离开后，瑞克立即带着弟弟跑到了有灯光的地方，最后在一位好心人的帮助下拨打了报警电话。接到报警后，警方迅速赶到现场，经检查，萨拉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他的头部有一处巨大枪伤，从伤口的形状判断，凶器是一把不太常见的枪支。警方询问了年龄稍大的瑞克，令人意外的是，瑞克不仅详细讲述了事发经过，还指出行凶男子是一名非裔美国人，手持一把古老的手枪。通过仔细询问以及结合萨拉的伤口情况，警方确定瑞克描述的手枪是一把碎发枪，类似于电影《加勒比海盗》中杰克船长所使用的那类枪支。由于没有在汽车里找到有价值的线索，警方决定对萨拉的住所进行检查。萨拉家的后门没有上锁，安全警报装置也没有启动。尽管家中一片狼藉，很多抽屉都被打开了，但警方没有发现丢失贵重物品的迹象。根据现有情况以及萨拉大儿子瑞克的描述，警方认为这是一起有针对性的袭击事件，凶手在作案前故意伪造了现场，企图误导调查方向。首先引起怀疑的是萨拉的丈夫弗雷德。弗雷德作为一名刑事辩护律师，自然很清楚自己的处境，所以在接到通知后，他带着一名律师接受了警方询问。弗雷德告诉警方，他和萨拉的感情很好，没有发生过矛盾。案发期间，他一直在俄亥俄州的蒙哥马利市工作，对本案并不知情。尽管弗雷德的不在场证明很快得到证实，但警方仍然不能排除他间接参与的可能。因此在谈话结束后，警方对弗雷德进行了秘密监视。案发几天后，萨拉的家人为他举办了隆重的葬礼。弗雷德在整个过程中表现得非常难过。据当时出席葬礼的警探回忆，他们在看到弗雷德的表现后，一致认为这是发自内心的，当场就打消了对他的怀疑。然而葬礼结束后不久，一个证据的出现很快让警方改变了想法。萨拉的妹妹玛丽给警方提供了一份材料，上面是一些关于弗雷德参与洗钱和偷税的证据。玛丽告诉警方，这些材料是萨拉在案发前不久让他帮忙保管的。当时萨拉就说过，如果哪天自己发生意外，一定要把这些材料交给警方。萨拉这样做的原因，主要是在婚姻中遭受了许多不公正对待。弗雷德控制着萨拉的方方面面，还掌控着家中的经济大权。萨拉无法支配自己的工资，也不被允许使用信用卡。如果想要消费，就必须要找弗雷德申请。另外，弗雷德的男女关系也非常混乱，他经常夜不归宿，对家庭不管不顾，这是萨拉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所以他就产生了离婚的想法。然而，当萨拉尝试和弗雷德友好协商时，却遭到了弗雷德的无情嘲讽。弗雷德警告萨拉，以他的人脉关系，萨拉不会在离婚中得到任何好处，让萨拉趁早打消这个想法。萨拉知道弗雷德并不是吹嘘，他确实有这个能力，所以就在私底下偷偷收集了弗雷德的犯罪证据，准备在将来的离婚诉讼中当作争夺孩子抚养权的筹码。玛丽的说法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明显的犯罪动机，但这些材料只能证明弗雷德存在经济犯罪，并不能证明他与本案的关系。考虑到弗雷德在案发期间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警方认为他可能雇佣了杀手，于是在和家属商量后，他们发布了一份悬赏公告，任何有助于破案的线索都可以获得25000美元的现金奖励。当年的25000美元大概相当于现在55000美元，所以这笔钱还是很具有诱惑力的。悬赏公告一经发布，警方很快就收获了重要线索。一名叫托兹达伊的女子报告称，她的亲弟弟柯蒂斯是本案的凶手。案发当晚，柯蒂斯让他帮忙清洗了一双带血的鞋子。当时他询问过柯蒂斯鞋子上血迹的来源，柯蒂斯暗示他射杀了一名女子。得到这条线索后，警方立即审问了柯蒂斯。整个问话过程比警方预想的顺利，柯蒂斯几乎没有抵抗，
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的犯罪行为。克里斯告诉警方，他和萨拉并不认识，作案动机只是为了$5000的报酬。当被问到雇佣人的身份时，克里斯提供了一个陌生的名字艾迪·劳伦斯。经调查，艾迪是当地的企业家，主要从事抵押贷款和房地产行业。最重要的是，他还是萨拉丈夫弗雷德的商业合作伙伴。这层关系表明，弗雷德可能让合伙人艾迪帮忙雇佣了杀手柯蒂斯。掌握了这个线索后，警方立即审问了艾迪。然而艾迪表现得非常不配合，他不承认认识杀手柯蒂斯，也不愿指控合伙人弗雷德。警方很清楚，本案没有直接证据，能否彻底破案，艾迪是最关键的一环。由于艾迪之前有过一些未处理的违法行为，警方暂时以其他罪名逮捕了艾迪。1992年12月25日，柯蒂斯和艾迪被捕的第二天，弗雷德带着2个儿子去了佛罗里达州的萨拉父母家共度圣诞节。尽管萨拉的家人知道弗雷德与谋杀案有关，但他们也不想把关系闹僵，因为弗雷德拥有瑞克和麦克的完全监护权，他们担心弗雷德可能会带走这2个孩子。在这种互相矛盾的情况下，萨拉的家人度过了一个不平常的圣诞节，而弗雷德也在这天下午做出了一个不寻常的举动。他没有参加家庭活动，在把2个孩子交给萨拉的父母后，就去了旅店休息。大约过了几个小时，萨拉的父亲发现弗雷德一直没有露面，于是就去了旅店查看情况。当时弗雷德躺在床上已经不省人事，他的身边放着一个空药瓶和一封遗书，遗书的具体内容不详，大致是在解释他与本案无关。经过及时抢救，弗雷德最终保住了性命。大约过了1周后，他回到亚特兰大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主要内容依然是在强调他与本案无关。Started to think of the lifestyle that I was losing, not only my wife, but my whole lifestyle. 警方认为弗雷德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博取同情心，他知道自己即将面对法律制裁，所以才迫不得已使用这种方式试图转移公众的注意力。1993年7月，案发8个月后，本案终于迎来转机。弗雷德的合伙人艾迪承认了自己的罪行，并表示愿意指控弗雷德。根据艾迪的说法，弗雷德一直在背地里从事洗钱的不法活动，他的客户群体十分庞大，主要是当地的毒贩和其他犯罪团伙。弗雷德把这些客户资料以及洗钱的账户信息都锁在了家中的保险柜里，但最后还是被萨拉发现了。由于萨拉想在离婚中获得有利条件，所以他趁着弗雷德不在家，偷偷备份了这些材料。弗雷德对此感到非常担心，他不想被萨拉要挟，也不愿失去孩子的监护权，所以就对萨拉起了杀心。弗雷德之所以会找艾迪帮忙，是因为艾迪有这方面的人脉，而且他们在商业上有深入合作。弗雷德相信艾迪不会背叛他。在准备作案之前，弗雷德做了大量工作，他向艾迪详细交代了作案计划，而且在出门之前故意没有锁门，中途离开也是有意为之，目的是为了给自己创造不在场证明。弗雷德认为自己的计划天衣无缝，但没有料到杀手柯蒂斯会被自己的亲姐姐出卖，而且柯蒂斯也没有抵抗，很快就交代了犯罪经过。1995年2月27日，案发近3年后，本案进入了审判阶段。萨拉的大儿子瑞克作为证人，在法庭上讲述了柯蒂斯杀害他母亲的经过。And you would have been how old back then? Probably 6, maybe. Okay, and Mike would have been how old then? 4 or 5. Okay. The morning that you left, Rick, to come back to Marietta, do you remember that? Yes. Okay. And before you left, had you packed the car up with your mom and Mike? Yes. Okay. And did you go anywhere at that time? Yes. Okay. You a little nervous? Okay. Was he carrying anything at that time? Yes. And what was he carrying? A gun. Yeah, tell us what the gun looked like. Well, it was like a pirate gun. We got back in the car. He said, drive. My mom goes, is it okay if I just drop you off here? And what did the man say? Don't try to with me. And what did your mom say? I'm not trying to with you. What happened after your mom said that back to the van? He shot the gun.
And what did you do next? I sort of seen if my mom was like still awake or if she was dead, and then I wake my brother up, and You woke your brother up? yeah, and I told him we had to go get help, and then we went to go get help. 最终，克里斯因犯有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1997年1月30日，主谋弗雷德和中间人艾迪接受了审判。检方传唤了一名性工作者作为证人，指控弗雷德曾试图让他帮忙寻找杀手。I'd like to ask you if you ever had occasion to come in contact with the defendant in this trial, Fred Tokars. Yes, ma'am, I did. I was standing outside approximately 5 minutes. A long stretched black limousine pulled up. When I came over to the car, the back door opened. The gentleman in the back, who is Fred Tokars, asked me, was I working? And I said yes. And he asked me to, I asked him, did he want a date? And he said yes. So I got into the car. He wanted for $100. After I performed oral to me, well, did I know any drug pushers who could kill his wife? At the time, I really didn't think anything about it. It kind of scared me. 根据证人的证词以及其他证据，弗雷德和艾迪都被判处终身监禁，不得假释。萨拉的2个儿子瑞克和麦克被阿姨抚养长大，这件事情给他们造成了严重的心理创伤。老二麦克患上了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于2020年去世，终年31岁。同年，弗雷德在监狱病逝，终年67岁。老大瑞克目前居住在佛罗里达州，在一家医院的急诊室工作。好了，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请帮我点赞加关注，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我是大熊，下期见。